嗨，大家，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 我是 Olivia OO。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衬衫的改造。你可以在剪裁、抓皱或者是收边的时候做一些微调，让你的衣服看起来更符合你想要的样子。同样的手法，我就做了3件样式。那我们来看做法吧。首先，我们要先把领子跟多余的口袋全部拿掉，还有它的2个袖子。我为了节省拆线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我决定全部用剪的。剪的时候就是沿着缝线来剪，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把多余的缝份剪掉。袖子口的部分为了跟领子的设计一致，所以要拆掉。这部分你也当然可以用剪的，会比较快。全部拆完之后，你要把衣服由里往外翻，然后穿在身上。我们要画一下等一下要抓皱的地方的记号。如果你觉得这个步骤很难画出水平线的话，你可以考虑从它原本的肩线往下测量，左右两边只要数字是一样的话，基本上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剪开之后，下面这一块布我们要在它的上缘0.5公分左右的地方缝一条平针，中间这个部分我们不去缝它。为了做出抓皱的效果，其中一端我们用回针固定，然后用针距比较宽的、比较大的平针来缝。因为已经固定了其中一端，那另外一端的线一拉紧，就会做出抓皱的效果。慢慢把抓皱调整到理想的长度之后，你可以在尾端打一个结。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抓皱的部分缝回去了。所以布料的正面对上布料的正面，把它跟刚刚剪开的下端下缘对齐。建议先在2端固定好之后，再来平均分散中间的抓皱，然后我们就沿着1公分的缝份的地方缝一条平针。边缘你可以用之字形收边，你也可以用烤边机车边之后，把这个多余的线藏在里面，把缝份往上折起来，然后我们要沿着刚刚缝的线再缝一条平针，让它的缝份会比较平整。领口的部分我要用包边带来做，所以就测量一下所有需要的包边带需要多长，再加3公分左右。在剪裁的时候好像没有拍到，原则上就是穿上去，然后在你想要上衣的长度的地方做个记号，然后把多余的布料剪掉，这个部分就可以拿来做包边带。领口的包边带宽度我剪裁出来是5公分宽。包边带做领口收口的方法有很多种，这一次我是希望它露出来，可以跟袖子口做一个呼应。边缘的部分你可以像这样子把它往另外一边翻着。现在的包边带是正对着衣服的内侧。这个方法等一下只要往正面翻折之后，整个角落会感觉比较利落。缝的时候好像没录到，但缝完之后呢，往另外一边，也就是衣服的正面翻折2次，缝一条平针。你可以在缝之前，在它布料转弯的地方剪几个小缺口，再来做这个步骤，可能会让它比较平整一点，比较好缝转弯的地方。下摆的部分我们就往内翻折2次，
我这里翻折的2次都是0.5公分，那就沿着下摆缝1条平针就可以了。沿着刚刚抓皱结合的地方，把没有结合到的上半部的上衣直线往上垂直的裁剪掉，或者是往外倾斜一点到你理想的肩宽的这个距离，背板的部分就越平滑越好。现在整件衣服是沿着前板跟背板中线对折的，因为这里我想要做蓬袖，所以需要多添加一些布料，让它更有分量。先测量要结合的袖子口的长度，我发现有蛮大的落差的，所以等一下在衣服上要做一些小修改，然后袖子这边我们要做增大。同样的，因为懒得拆线，所以直接把缝分剪掉。刚不是把衣服剪成你想要的那个长度吗？那下面这个多余的布在前板刚好有2块，就刚好一个给左手，一个给右手。所以现在袖子的布料正面对上要结合的布料的正面，我们要缝合它们在边上。记得在缝完之后，再用之字形或者讨边机收边，因为它原本的剪裁，所以我能加的布料也非常有限。在结合这个步骤的时候，只要确保它的袖子接口跟刚刚我们剪开的这个缝线处都是平行的状态，在结合的时候应该就不会有，或者是剪裁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把多余的布料剪掉之后，沿着刚刚的这个切口来缝1条平针，并收边。那袖子的增大就做完了。我把袖子口多出来没有切起的布料剪掉。测量要结合的袖子口的长度，外加3公分的缝份，我们要用剩下来的布料来做包边带。这里我剪裁出来的包边带大概是3.5公分。跟刚才的领子做法一样，在边缘的地方往另外一边翻折，夹出一个3明治的感觉。等一下就是沿着这一个边缝1条平针。现在只要把这个角落这样往上翻折，就会变得非常的干净利落。那就跟刚刚领子一样，再往另外一侧，也就是布料的正面翻折2次之后，在边上缝1条平针。测量自己觉得舒适的松紧带的长度，再加3到5公分。有时候就是多退少就不能补了，所以多一点就会多一点保障。总之，你剪到你想要的这个松紧带长度之后，你可以拿一根这样子的发夹，然后像这样穿进去。在松紧带的两端，我用裁缝机再做一次加强固定之后，把多余的松紧带剪掉就好了。在要结合袖子口的时候，我发现上衣还是大了袖子大概3公分左右，所以我决定直接修改衣服。我在衣服的两侧
的腋下的地方往内缩了1.5公分，因为还有2层布料，所以抓在一起之后就是3公分。不管怎么样，只要确保袖子接口的这个长度是一致的，那就可以把袖子接上去了。我把衣服反翻，所以现在衣服的正面在内侧，然后把袖子的上和下剪一个小缺口，方便我对齐。衣服也是在上下做了一个记号之后，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先对齐，先用大头针固定上下，然后再来平均分配剩下来的布料。如果你想要避免在布料拉扯的时候产生一些些微的误差的话，你甚至可以在接合的袖子口先缝一条针距比较小的平针固定。固定好之后，沿着袖子口缝一条平针。另外一个袖子接口变大的方法是增加它的曲线。这件长袖的袖子接口跟袖子本身误差了大概3公分左右，所以我往内凹了一些，做出一个比较大的弧度的曲线，刚好到3公分，就是增长3公分。这个形状我是自己乱抓的，就有点像是8字形或者是翘胡子的那个形状。这一件长袖我想要在手腕后面的部分多一些抓皱的效果，所以我在手腕的背板这边缝了一条10公分、12公分左右的平针。其中一边已经用回针来加以固定，所以就拉扯另外一边的缝线，就会造成抓皱的效果。同样抓到你想要的这个长度之后，就可以在另外一端有线头的那一端打结。这里我没有要放任何松紧带，所以就用刚刚做领子的那个包边带的做法，把包边带缝上去就可以了。我之后在上面补了1、2颗扣子，让它看起来更符合设计感。这一件的调整是，如果你把上面再往上抬一点的话，也蛮适合给小朋友做裙子的。难度也不算太难，如果你已经做了杯垫，想要尝试一些旧衣改造的话，我觉得这一个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开始，可以试试看，挑战看看。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影片会继续播放给大家看成果，那我就先跟大家说再见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